爱上一个极度恐怖的连环杀人狂是一种怎样的体验？这开场听着是不是有点魔幻？但如果这真的是照进现实，不就是所谓的宇宙级恋爱脑了吗？没错，这个人能够疯狂到什么地步呢？大概就是在法庭上接受了连环杀手的求婚，后来还在探监过程当中神秘的怀上了对方的孩子。话说这连环杀手究竟有什么魅力，能够让一个女人如此的义无反顾呢？泰德·邦迪这个名字，想必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了吧？这是一位躲藏在西装革履下的恶魔，拥有高智商、高颜值的同时，也是美国历史上乃至全世界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之一。小时候的泰德成绩优异，看上去内向害羞，可实际上他对周围的人或者事物都抱着强烈的控制欲，一有不顺心就要毁掉。就比如他在小的时候，经常会在地上挖洞，往里面放上捕鼠器，然后用树枝掩盖，制成陷阱。这样一来，很多路过的小女孩都会掉进去，腿部被严重划伤。但泰德丝毫没有不安，反倒是乐此不疲。殊不知，这种危险的游戏成为了他痴迷于对女性施加暴力的开端。进入青春期后，泰德不像普通男孩会对异性产生好感，而是整天幻想着色情、暴力的内容。比起甜甜的恋爱，他更喜欢偷窥女性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单纯的偷窥无法满足他的变态幻想。就这样，泰德走上了一条连环杀人狂的道路。死在他手里的受害者至少有35人，而且大多数都是年轻女性。大部分死者在生前或者死后都遭受过侵犯和其他的身体虐待，从绑架到谋杀再到分尸，泰德极其残忍，从未想过要停手。相比于其他连环杀手，泰德显得有些过于特别。毕竟大众对于这类人总会有些刻板印象，觉得连环杀手肯定是那种面露凶相、五大三粗、毫无规矩的人。但是泰德表现得截然不同，他毕业于名校，外表帅气，举止优雅。面对法官都能够十分自信，谈吐不凡，感觉他整个人时时刻刻都在散发着魅力，也因此收获了大批量的粉丝。据说泰德在监狱期间每天都要收到200多封情书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，世界各地的粉丝掀起了一阵激情且狂热的崇拜，甚至还想方设法的要为这名连环杀人魔证明无罪。而在这么多支持者当中，有一个人最为特殊，他的名字叫做卡罗尔·安布恩。与泰德的情感纠葛可以追溯到1974年，当时的泰德已经犯下了多起谋杀案，正在逍遥法外，继续寻找下一个受害者目标。而20多岁的卡罗尔正就职于华盛顿奥林匹亚紧急服务部，工作顺利，生活却一团糟。因为卡罗尔的第2次婚姻也即将走向终点，他还需要独自抚养孩子，生活压力巨大。至于他们2人的相识，其实非常讽刺。当时泰德正受雇于紧急服务部，协助警察寻找那些失踪的女性，而罪魁祸首正是泰德本人。然而卡洛尔对泰德完全就是一见钟情，眼前的这个男人干净利落，气度非凡，比起办公室的其他男人来说，相当具有吸引力。在日常交谈当中，卡洛尔更是发觉2人特别合得来。与此同时，泰德提出了约会的请求，起初卡洛尔并没有答应，而是打算先从朋友做起，所以2人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柏拉图式关系。随着友谊越来越深，卡洛尔被泰德迷得神魂颠倒，直接坠入爱河。殊不知，在白天，泰德认真工作，积极社交，发散个人魅力；到了晚上，他派弱2人，假装受伤，向年轻女性寻求帮助，然后借机绑架、强奸和杀害对方。不得不说，泰德果真是时间管理大师，白天晚上的活动互不耽误。在与卡洛尔保持柏拉图式关系的同时，他还有一个交往多年的女友伊丽莎白。和卡洛尔一样，在他眼里，男友温文尔雅、热心幽默，怎么可能会和连环杀手挂钩呢？1975年8月16日，泰德首次被捕。当时巡警发现一大清早，有一辆甲壳虫在住宅区瞎晃悠，行迹非常的可疑，而且司机看到警车后直接落荒而逃。很快，泰德被追上，巡警仔细搜查他的汽车，发现了一大堆奇奇怪怪的东西，就比如连裤袜、滑雪面罩、手铐、冰锥和撬棍。本以为是入室盗窃的贼，但侦探想起了前段时间发生的绑架当中，嫌疑人就是开着一辆甲壳虫的。这次被捕后，泰德因绑架并袭击一名12岁女孩而被定罪。可是尽管如此，卡罗尔对他的感情却是有增无减。在泰德入狱期间，卡罗尔特地的赶来，在当地待了1个星期，为的只是方便探视。另外，他们还一直保持通信，高墙铁网都没能将其分开。2年后，泰德被引渡到科罗拉多州完成15年期刑。然而，卡洛尔设法走私现金，成功的帮助泰德越狱。随后，他又逃往佛罗里达州，在那里又犯下了2起重大案件。1978年，泰德再次入狱。随着调查深入，越来越多的案件串联了起来，对泰德非常的不利。但卡洛尔仍然忠诚于这个男人，他坚信所有的指控都是莫须有的，还呼吁法官还泰德一个清白。为了支持他，卡洛尔不惜搬家来到了佛罗里达州盖恩斯维尔，这里距离监狱大概60公里。方便他参加泰德所有的法庭审判。不仅如此，卡洛尔每周都会带儿子前去探视，甚至还会帮助泰德走私毒品进监狱。至于是怎么样操作的，自然是把东西藏在下体，躲避检查。
1979年，泰德接受审判，被第2次判处死刑。可即便如此，卡罗尔仍然选择支持他，并成为泰德品格的证人，用善良、热情和有耐心来描述他。第2年，也就是1980年的2月9日，在一场诉讼中，还出现了一段不同寻常的插曲。泰德当众向卡罗尔求婚，他激动地答应了。根据佛罗里达州法律的规定，任何在法官面前举行的婚姻都是合法的，所以2人正式结为夫妻。话说这场法庭婚礼，不知道是泰德博取同情的噱头，还是真情流露，但离谱的事情却没有完。照理来说，公民与囚犯之间是禁止发生身体接触的，但不知道怎的，这对新婚夫妻就是在监狱里面发生了关系。1981年，卡罗尔怀孕。起初他不愿意透露孩子的父亲是谁，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。后来卡罗尔透露，牢房里面有位狱警很好说话，他每次来探视，说什么做什么，狱警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他们这才有机会发生关系。其实当时的监狱大多乌烟瘴气，只要稍微贿赂一下狱警，囚犯与来访者就能获得私密相处的时间，这已经不是什么稀奇事了。可是这对夫妇在死囚牢房还能够争分夺秒的造娃，关键是女方还愿意生下连环杀手的孩子，实在是惊掉了所有人的下巴。很快，经过10月怀胎，连环杀人魔泰德的亲生女儿正式出世，取名为罗斯泰德。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卡罗尔上头的恋爱脑似乎正在清醒过来。根据知情人士透露，卡罗尔经常向朋友吐槽泰德这个人喜怒无常，还有点强迫症，对别人要求很高，总是命令卡罗尔做很多事情，根本就不顾及他本身是否忙碌。很显然，维系这段关系让卡罗尔开始觉得精疲力尽，而关系破裂也是迟早的事。起初泰德的支持者总是宣判他是无罪的，那后来为了推迟死刑，泰德决定向调查人员慢慢交代受害者安息的地方。要知道一直以来卡罗尔都在极力维护他的清白，可他这一决定不就意味着他确实犯下了所有的罪行？卡罗尔深感背叛，质问泰德，如果你没有做的话，怎么交代尸体的位置呢？还以此当作谈判的筹码？答案昭然若揭。此时的卡罗尔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，转头就带着女儿搬回了华盛顿。不过这里还有一种传言，卡罗尔之所以不再全心全意地支持泰德，因为她意外得知丈夫正在与另外一位律师关系暧昧。卡罗尔彻底绝望。1989年，就在泰德被执行电椅死刑的前3年，卡罗尔终于和这位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离婚。据说在这之后，卡罗尔和女儿再也没有去看望过他，连泰德行刑前打的最后一通电话都无人接听。那大家肯定很好奇，泰德去世后，卡罗尔和女儿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？其实有一点大家肯定都能猜得到，他们是逃不过媒体的骚扰的。事实也确实如此，卡罗尔带着孩子屡次搬家，尽可能的保持低调。但是八卦的群众怎么愿意放过卡罗尔呢？有人推测他早已改名换姓，甚至再次结婚，生儿育女。总之，网友们指责他当年盲目崇拜，竟然为这种人间恶魔去申冤，甚至还为他生下孩子，简直是猪油蒙了心。对于这些，卡罗尔无从申辩，他也不敢站出来暴露自己的位置，只能交给时间。等热度过去后，想必网络侦探们的关注度也会大大的减弱。据可靠消息，卡罗尔屡次搬家后，最终带着孩子定居到了西雅图。直到2018年1月，传来了70岁的他在西雅图的一家养老院去世。除此之外，就再也没有流传出有关于他和他的孩子的其他信息了。一个虐待狂的反社会者，只能从另外一个人的痛苦和他对受害者的控制当中得到乐趣。泰德把谋杀视为自己一生的成就，他对于女性抱有明显的敌意，也根本就没有同情心，唯一在乎的就是自己犯罪的作案细节。其实不管是卡罗尔还是后来和他搞暧昧的律师，都是泰德通过展现自身魅力，彻底拿下对方的心，然后为自己所用。只能说他是操控人心的一把好手，而他的一生确实比电影情节更加的魔幻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各位对于卡罗尔和泰德的爱情有什么看法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关注。我是郑郑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